我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故事已经接近尾声。天下一统，新帝登基，那个与他同甘共苦、不离不弃的女子被赐一盏鸩酒，而我是他即将迎娶的皇后，王室嫡女，名门之后。我看着饮下毒酒的女子，知道我为什么来吗？她一声冷笑，满头冷汗，是怕我不死？不是。我从袖子中取出药丸，塞在她的嘴里，是怕你死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王家女不做妃，只为后，所以萧岸只能赐褒姒云一杯毒酒。赐酒的那夜，我请求父亲让我前去。父亲问我为何，我想看看她是怎样的女子。父亲看我一眼，认为这是女儿家之间的攀比心，便准了。于是我见到了萧岸的心上人，她长得很美，萧岸征战多年，她都陪着，容颜却未有丝毫折损，可见萧岸对她多么呵护。可惜如今都成镜花水月。我穿着内侍衣服，站在后面，看他端起酒杯，问陛下可有什么话给我。内侍官答，陛下说来世与娘娘还做夫妻。褒姒云听罢，凄然一笑，随后颔首，好，我应了。真是个痴情女子。酒杯入腹，不过几息，她便腹痛难忍，在地上翻滚，可是她没喊叫，也没求饶。那酒其实很疼的，她却只咬破了自己的唇，未发一言。我由衷佩服。我走上前来，看着她挣扎的身影，吩咐内侍官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内侍官恐冲撞了姑娘。我说下去。内侍官不敢再说，他虽在宫中当差，却是王家的人，今夜我要前来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门重新关上，我蹲下身。褒姒云满头大汗，但是一双眼却一直盯着我。他应该猜到了我的身份，但还是没说话。我说，你没什么想问我的吗？褒姒云一声闷哼，断断续续道，你为什么来？我说，我想见见你。褒姒云一声冷笑，满头冷汗，都要让他整张脸白得如纸，是怕我不死？不是。我说，是怕你死了。褒姒云眼神一晃，似乎没听懂我的话。我从袖子中取出药丸，塞在他的嘴里，告诉他，想杀你的是王家，不是我。褒姒云的呼吸渐渐平稳，只是身体还很乏力，起不了身，攀附在床头靠着。他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救我？那应该是谁？萧岸吗？我反问。褒姒云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半晌道，他有苦衷，我不怪他。真是情比金坚，可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。我起身坐在一边，跟他说，萧岸的确很喜欢你，也想救你，可惜他护不住你，你死了，他必定会念你一声。褒姒云不语。所以我爹才非要你死。我轻轻抚开衣袖，语气淡然，你死了，我进宫，萧岸此生都不会爱我，我才能做王家永远的皇后，而不是萧岸的妻子。用褒姒云的一条命横在我跟萧岸之间，那么我将永远需要依附家族。我爹不会让我脱离掌控，更不会让我与皇帝夫妻同心。褒姒云瞪大了眼看着我，似乎觉得我在胡言乱语。你也不信，对不对？我莞尔一笑，但这便是我救你的原因。你是为了萧岸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故作讶然，我都不曾见过萧岸，怎么可能为他？可你不是。我是为我自己。我打断他的话，俯身过去，巧笑倩烟。褒姒云，你记住，我救了你，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褒姒云怔怔，他当然不懂。他不懂我活在怎样的地狱，也不知我心中有怎样的雷霆。但是并不重要，我也没打算解释。他只是我的一个筹码，一个日后可以和萧岸讨价还价的筹码。新婚之夜，萧岸没有为我揭盖头，他进了内殿，平退左右，随后便独自坐在了桌前，也没有要与我饮合卺酒的意思。我自己掀了盖头，红烛摇曳里第一次看到他的脸。他的确如我想象中一般英俊高大，气质卓然，有别于其他凡夫俗子。听说他也出身名门，只是家族后来没落了。察觉到动静，他回头看我，眼睛如墨，无波无澜。我很满意。王氏女以国色天香之姿闻名天下，我是其中翘楚，但对萧岸似乎没什么吸引力，
毕竟褒姒云本就是美人。皇后先歇息吧。萧岸起身，朕还有公务要处理。我起身扶礼，陛下慢走。我没有留他，也没有抱怨，他脚步一顿，侧目看我一眼，若有所思，随后离开。我安然入睡。第二日，我与他同去太庙，接受天地祖宗见证。太庙建在高台，我站在上面，只能看到底下密密麻麻的人影。登高临北，俯瞰蝼蚁，这便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是我爹心心念念的家族荣耀，是王家的得意时刻。世家大族，隐于帝王身后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比天子更像这天下的主子，真了不起。可惜我爹不知道，自我站在这儿的这一刻，我与王家的位置就颠倒了。我做了执旗的人，第一个要掀的就是王家的旗桌。不知道那时候他是什么表情，会不会像我娘一样凄惨哀嚎，又或者如曾经的我一般跪地求饶。我嘴角含笑，临高远眺，直到萧岸来牵我的手。他的手很暖，目视前方，并不看我。不要走神，他说。我笑，陛下，臣妾很清醒。他侧目望我，眼神并不赞同。他一定觉得我不够乖顺，听说褒姒云性情柔和，温柔之礼，是如菟丝花一般的女子。萧岸喜欢这样的女子，可我觉得他也许喜欢的只是这样的褒姒云。我听过他俩之间很多传闻，比如绝境不离不弃，寒冬以身取暖。他们相识于微末，早早许下誓言，历经坎坷，踩着刀刃与剑锋，才走到最后的盛世。但却在结局，他护不住他了。我若是萧岸，一定痛苦万分。宫里的日子其实很无聊，后宫只有几个低品阶的妃嫔，碍于我的身份，无人来使我锋芒。萧岸也不怎么进后宫，自大婚之后，我只见过他2次。这生活若是一直这样，倒是轻松又惬意。可惜好时光不持久。我入宫3个月后，我爹来见我，问我是否知道陛下到底打算如何推行新政。他要我试探军心。萧岸有雄才大略，要割这天下的脓疮烂肉，势必与王室的利益有所冲突。我爹他们心生忌惮，要我从中助力，摸清萧岸与他的心腹臣子之间的真实想法。我说，陛下并不信我。那就让他信你。我爹说，你空有美貌，难道真打算就这么白白浪费？或者你以为我送你进宫，真的是让你来做清闲的贵人？阿福，你要弄清楚自己的位置，没有我，没有王家，你现在的荣华富贵转眼就会消失。伺候好陛下，早日诞下皇子，保住王室的荣耀，才是你的孩子未来的出路。我不语，看着他。他不知道我这一生都不会有皇子，但是我依然好脾气的附和，微笑道，女儿明白，明白就好。我爹满意点头，又叮嘱我一番，才离了宫。我目送他离开。是夜，萧岸来到我的宫中，他应该是听说了我爹今日来过，想要摸摸底。他说他政务繁忙，冷落了我，让我不要在意。我摇头说，陛下心系天下，臣妾自然明白。他又说，如今宫里后花园的梅花开了，皇后若是有空，可以带着妃嫔们去煮酒赏梅。我说，多谢陛下关心，臣妾会的。他与我说了许多闲话，我都句句有答。直到最后，他才到如今的新政。我没接话，他看我一眼，起身走到一边，伸手拂过我留在书案的字，说，皇后的字苍劲有力，与皇后的容貌很不相称。我说，陛下此言，臣妾惶恐。萧岸淡淡一笑，他自然看得出我的敷衍，也知道这句惶恐只是戏言。新政即将在京郊试行，朕有意则一王家子弟共同推行监督，皇后觉得谁合适？我说，王直。萧岸惊讶，他侧目凝视，以为我说错了。我望着他不闪不避，以眼神告诉他没错。萧岸沉默良久，终于颔首，好。离开的时候下了细雨，内侍官替他撑着伞，他站在廊下，回头看我。我问，陛下还有事？朕听闻王家看中的是王浩。我只笑了一笑，王浩是二伯长子，王家骄阳，是王家的未来主子。可我又不是狗。臣妾也听闻，陛下倚重我王氏。萧岸听完，墨色的眼珠审视我良久，
随之唇角一笑，转身离去。新政之事，萧岸选了王家存在感极低的王侄。朝堂之上他如何言说，我不清楚，但王家对此无异议。也许因为王侄终究姓王，虽然他不如其他族兄闪耀，但只要姓王，对王家都一样。好像只要冠上了王姓，就成了那个宅子里的器皿，没了自己的想法，也没了挣脱的能力。我是，侄兄长也是。年末的时候，萧岸欲出宫私访，新政已经交为试点，推行了1年，他想要看看成果。他问我是否愿意同去。说真的，我有些惊讶。萧岸见我难得争中，不免失笑，皇后怎么了？难道以为朕在诓人？我摇头，半晌问，陛下为何会想要臣妾随行？新政利于民，这里面也有皇后的一份功劳，自然想要皇后也看看。新政是陛下和朝臣的功劳，臣妾不敢居功。萧岸没有再与我争辩此事，他被过手走下台阶，丢下一句，皇后准备吧，明日出行。我站在门口目送他背影。称帝1年，萧岸的身形单薄了许多，他原来挺拔伟岸，像个将军，如今却肉眼可见的憔悴。帝辛苦处，不知道苦味几何。这冷冷深宫，那高高王座，他是孤家寡人。我做不了他的解语花，可是有人做得。私访的当日，半路遇风雪，我邀萧岸去我的别庄留宿。萧岸想了想，应允。我闻之一笑。他的确是个好皇帝，此时回去赶不及进城。他不肯以帝王之尊坏规矩，宁愿与我留宿乡野。庄子干净幽静，虽落雪纷纷，并不见丝毫狼藉。萧岸难得附庸风雅，说了句好地方。我走在他的前面，心里叹笑。的确是个好地方，对于萧岸来说，惊喜远远未了。走到一处厢房，我停在了门口。陛下进去吧，臣妾就不进了。萧岸困惑，皇后。我并未解释，服了一礼，随之离开。身后的门被推开，在之后是东西撞倒的声响。我并未回头。夫妻久别重逢，萧岸若还是稳如泰山，那可真太让人失望了。雪仍旧在下，厢房那边没有人出来。族兄王直走到我的身边，与我一起仰头看雪。这1年来，辛苦兄长了。我说。王直负手而立，回我，也辛苦娘娘了。我侧头看他，王直笑道，娘娘安心。我便也笑了。我重新抬眸望去，无边风雪不见一丝光亮，但我并不怕。雪夜之后便是晴天，明日必然有日出。我以为萧岸会留宿整夜，但天明之前他就打开了房门。我在门外等他，他裹上大氅，不发一言，抬腿欲走。门内旖旎未消，以我站的位置，能看到藕粉色的床纱，层层叠叠，将褒姒云严密裹着。我问，陛下不带他回宫吗？萧岸摇头。我知道他的顾忌，朝政不稳，他还不可。那臣妾就继续代劳。萧岸问我，安全吗？庄子上的人。我说，陛下放心，这本就是王家的庄子。人说灯下黑，我爹还有那些叔叔伯伯，个个自视甚高，绝不会想到有人敢与他们弄鬼。萧岸奇道，庄子上的人为何听你的话？才博动人心。萧岸听完不语。其实现在情况又有些不一样了，如今我贵为皇后，不但有钱，还有权。那些依附我的人，盼望着有一天可以一步登天。我从不反感这种心思。这不是我第一次向萧岸示好。萧岸终于问我，你想要什么？他眸色如暗，再次重复，皇后，你想要什么？如今坦诚相待，他等着我开出筹码。我望着他，心情平静。为了这一刻，真的等了好久啊，于是连开心都像丧失了表达。我说，陛下欠我一个承诺，日后还我。萧岸闻言目光炯炯，审视我良久，道，这是无字书，皇后的野心太大了。我笑，难道陛下害怕我讨要你的江山？陛下放心，臣妾对弄权没有兴趣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此等私事，不适宜我与陛下分享。萧岸哑然，随之他俯首沉思，待身后天光渐亮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好，我许给你。多谢陛下。我目送他离开，
觉得自己真没有看错人。他的确爱褒姒云如宝，愿为他许下这句承诺。人说爱江山不爱美人，可是我总认为，一个真正的帝王，当愿为心上人赴汤蹈火。回宫后，萧岸使人给我送了个东西，我打开，是一卷加盖了传国玉玺的空白诏书。他言出必行，一诺千金。我将诏书放在枕下，夜里枕着入睡，比往日睡得都要安心。之后，萧岸似忘了褒姒云，没有再去看他。直到又一年末，他借着年关与民同乐，才数次出宫。我没有一直跟着，只最后一次才陪着一起。依旧是那个小院，依旧是那一盏萤火，只是这次不再有雪，月色明亮，浮云轻动。这一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，新政推行全国，科考选举人才，萧岸提拔了大量寒门子弟。如今的朝廷早不是世家一家独大，大家分庭抗礼，各有输赢。我爹和伯父他们觉得危机重重，虽然有侄兄长在朝中高升，他们依然不安心。我爹曾不止一次地给我传话，让我早日生个皇子。我只觉得可笑，他们到底为什么会以为一个孩子就可以绑架一个帝王？不，也许他们并不愚蠢。萧岸素有头疾，以前年轻的时候尚且不显，这2年劳心劳力，昼夜不寐，他头痛加剧，数次停笔不能批阅奏折。可这是内廷密事，我爹他们如何知道？我兀自沉思。门恰在此时被打开，萧岸走了出来。褒姒云身上披着衣服送他，见我守在门口，他似有些难为情，轻道：“皇后娘娘。”我嗯了一声，当作回应。萧岸回头叮嘱：“风大，别送了，快进屋吧。臣妾不出门，就在这目送陛下一程。”萧岸笑了笑，那是他脸上很少见的一种笑，单纯、真挚，发自内心。原来天子也可以笑得这般纯粹，像个孩子。回去的时候，我与他同坐一辆马车。刚上了车，萧岸便捂住了头，他指节捏得咯咯作响，却没发出一点声音，脸上冒出细小冷汗。我抽出帕子替他擦干。半晌，萧岸才恢复正常，他睁开眼望我：“陛下放心。”我说。他默然一笑：“有些话不必说得那么明白，我和他心知肚明，别告诉他。”萧岸说。我点了点头。回了宫，萧岸先送我回去，他坐在轿辇，并未随我一同下来，低头叮嘱我好生休息。年关事忙，祭祀典礼都耗费心力，皇后要保重身体。我微微仰着头，看着他略显疲惫的脸，突然问：“太医院都是陛下可信之人吗？”萧岸一愣。如今正是大业初定的时候，陛下比我更要保重龙体，太医院和身边伺候的这些人，陛下要是放心，臣妾替陛下理一理吧。萧岸并未多问，很快点头：“那就有劳皇后。”我躬身，不敢当。于是年末，我又多了一项事，再加上日常其他宫廷事务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其实并不难查，与王家有关的人，对于我总是不设防的。我将名字写下，命人送给我爹。我爹隔日就进了宫见我。为什么？我问。偷窥帝王私密，父亲大人是觉得自己的头颅比别人的要硬吗？我爹不在意，我也是为了娘娘。哦，陛下龙体欠安，娘娘要尽快诞下子嗣，否则宫中没有皇子，日后娘娘可未必能坐太后的宝座。我气急反笑，父亲的意思是，若陛下没有子嗣，父亲和叔伯他们就要另起炉灶。我爹没有说话，但答案显然不言而喻。若萧岸无子，当从宗亲里选继承人，那时候我的作用是什么呢？王家只会投靠到新帝和新后的身边，谁还会在意我这个废子？我爹说完，扬长而去。他以为他捏住了我的软肋，但是他错了，因为褒姒云怀孕了。庄子上传来消息，褒姒云已有孕1月有余。我将消息告诉萧岸，他听完呆立半晌，竟然露出了少见的迷茫之色。真的？我笑。自然是真的，而且医官还说是个男孩。他脸上露出狂喜神色，在殿内来回踱步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，半晌才道：“皇后，陛下要去看看吗？”萧岸闻言喜色渐消，初春事务繁忙，不像年末能偷得浮生半日闲。他摇头：“朕不宜再出宫，
还要劳烦皇后多照拂1、2，至于四云，她会理解朕的。我望着他，他眼里的无可奈何那么多。有时候想想，太英明的皇帝其实很累，反不如昏君随心所欲。陛下，我开口，将人接回来吧，臣妾膝下该有一名皇子了。萧岸不可置信。你，我说，陛下不必出手，臣妾会安排好。既然王家那么想要一个皇子，那我就送他一个。接褒四云回宫的事，我没有通过宫里，我以调养身体为借口，让家里选合适的医女进宫伺候，为此专门回了一趟王家。我回府探亲是陛下给我的恩宠，伯父和我爹他们浅笑颔首，算是对我的表现很满意。我在王家待了半日，好容易从书房出来，辞了跟随的侍女，独自走在花园。王家府邸广阔，我又是觉得天地不过就这么大，走上好几日也走不出王家的大门。府里今日戒严，仆从不敢随意走动，我平退了侍女，最后走到了王家祠堂。王家世代名门，祠堂牌位一目不可数。我站在里面，觉得那些先祖都在看着我，他们一定能看透我的狠心，但是他们会不会如我爹一样眼盲心盲，不知道我为何恨呢？也许知道的吧。这雕梁画栋不是平地而起，脚下埋了多少死人骨，谁能说得清？世家望族要乱世求生，阴谋算计都不算过，我从来不觉得追求荣华富贵是错，可我恨他们以世家之名，以礼法宗规，啃噬人命。这一个个木头牌子，这头顶的黑色牌匾，难道真的比人伦之情更重要？如果是，那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爹到底又为了什么？我仰起头，望着那最高牌位，胸膛如火，却连一滴泪也流不出来。我早流干了泪。祠堂阴冷，我良久未动。娘娘原来在这里，让人好找。身后传来人声，执兄长走到我身边，与我并立一起，也抬头看着牌位。这里没有我娘。我说。王执兄长说，也没有我娘。顿了顿，又冲我挑眉，也没有我爹。他父母长姐违背王家宗训，自然不配进祠堂。执兄长说，我比娘娘惨一点。他话毕，我们相视一眼，终于忍不住笑开。多年以前，也有这样的一个日子，我与他在祠堂相遇。只是那时候我被鞭挞得遍体鳞伤，浑身湿透，恍若孤魂野鬼被扔在地上。而他比我好一点，周身无伤，却瘦骨伶仃，正缩在角落啃一块没有肉的骨头。我想帮着我娘逃出王家，她是无父无母，一个孤儿。我们殊途同归，最恨的就是这祠堂上的王。可那时我们尚且不知能否有蚍蜉撼树的一日。时光荏苒，过得如此快啊！我喟叹，笑了一笑，心情没那么郁闷。我说，医女入宫的事，还劳烦兄长多费心。娘娘放心。执兄长道，臣会为娘娘安排好一切。多谢兄长。由执兄长帮我，褒四云很快以医女的身份进宫，唤作云娘。2个月后，我被诊出喜脉，这是萧岸的长子，也是嫡子。我爹他们那么自信，毫不怀疑这未来的天子是王家血脉。执兄长给我带信，说家中正在为皇子谋算，大约这2年并未有太多赢面，王室做派低调了许多。萧岸不是无能之主，与此等帝王拼心计，王家应付的应该很累。家族要保持长久兴旺，必然要有持之以恒的筹码。萧岸这里既然不行，自然要改立君王。世家最爱做这王朝更迭的幕后推手，随他们去。我说。执兄长听完不语，随后问我，娘娘到底是什么心思？真的要将这孩子收养膝下吗？我知道他的担忧，无论谁做皇帝，他日我都是太后。我说，兄长放心，我虽然无意地心，却不代表我不惜命。执兄长沈笑，如此，臣就先告退了。我目送他离开，坐在软榻，看向身后。褒四云扶着多宝阁，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。我问，你害怕？他摇摇头，又咬住了唇。放心，等孩子出生后，你就可以回到萧岸的身边，做他正大光明的妃嫔。他张了张嘴，半晌低声说了句多谢。我淡笑，未来的天子生母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，我若是他，必然不会再感谢这样的我。
可若他与萧岸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也不会选这样的一条路。我入宫3年后，诞下皇子。萧岸很高兴，亲自为皇子取名，拟了几个字，拿不定主意，来问我们的意见。包思云柔柔一笑，臣妾也不知道哪个好，陛下还是问问皇后娘娘吧。萧岸于是看向我，我说瑞就很好。萧岸笑着点头，的确，朕也觉得这个字很好。于是皇子定了名讳，萧睿。萧睿刚满100日，萧岸便册封他为太子。中宫嫡出，身份正统，没有人有异议。因一女有功，我将她送到了萧岸的身边。萧岸还有些担心，我说陛下若不放心，就让她先做一个女官吧，等日后她为陛下调养好了头级，陛下再册封。萧岸沉吟，半晌道：可是宫中并无女官。顿了顿，自来也没有女子为官。那是以前。我说陛下推行新政，惠及万民，女子自然也在其中。封女子官职品级，容她们进宫任职，未尝不可。朝廷守旧一派总以礼法非议新政，陛下要做开明圣主，当行亘古未有的决策。萧岸失笑，让女子做官，难道就是良策？自然。我点头，甚至不仅如此，也当开放民风，许女子2嫁，下堂妻不进安堂，失夫者不必守节，无子者不得备修，失贞者不进猪笼。夫若有失德之处，妻也可上达诉状，请公法处置。我话毕，一世寂静，连萧睿的哭声都小了。包思云睁大了眼看我，他一定觉得我在说疯话，但是萧岸却不动声色，他只是吩咐包思云带孩子先下去，随后让我送他一程。夜明星朗，这是我与他第一次在宫中同行，所以这才是皇后的目的。他说，我没指望瞒过他什么，我的心思如此浅薄，以萧岸的心机，此刻应该已经猜透了许多事。我听说你母亲是因病去世。我停下脚步，面对他，我的母亲死时不过27岁，她一生育有3子，除了我，剩下的2个都没有活下来。我的大弟弟3岁那年因顶撞了祖母，被祖母罚跪祠堂，后得了风寒，高烧2日后没了声息。我的小妹，我顿了顿，咽下一点酸涩，继续道：我的小妹出生便是死胎。萧岸惊讶，为何？他大约以为王室高门，我娘应该受尽呵护，孕期必然能得到很好的照顾。陛下，我说，若是一个女子活得窒息，白日不得自由，夜里不能成眠，那当然不要指望她生下健康的婴孩。萧岸闻言沉默一息，随后问：后来呢？我转身继续向前，口中道：后来她产后虚弱，行销骨立，死在某个夜里。那时候我尚在梦中，不知她已悄然离开。隔日我去给她请安，才被告知她没了。她死得不体面，葬礼从简，王家未设灵堂。今夜的月格外亮，我脚步缓缓，踩着月白，和多年前的那一夜格外像。我踩着月光，扒开了她的坟，将她尸骨挪与我小妹一起。死胎不及，小妹独自被葬在无名港，母亲寂寞，希望她能陪着。只是这些没必要再跟萧岸说了。陛下，这便是我的原因。世家名门淑女，也有不堪的过去，甚至无法磊落地告知夫君一切过往。萧岸最终设立了女官，并将和离休妻之类律法做了调整。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我的心愿，我已经满意了。我明白这对他是怎样的为难，他要挑战的除了世家，还有新贵，甚至他一手提拔上来的那些天子门生，人人都在劝他放弃。此策无益国体，反动摇民心。折子上这么说。萧岸搁置，没有处理。我爹听的消息，入宫问我可知陛下为何会有此等心思。我说，此等心思又碍着父亲什么事呢？我爹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他定定盯着我瞧，像是第一次认识了我。阿福，他说，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，不要任性。我听后忍俊不禁，这话当年他常对我母亲说，如今又对我说。我笑，父亲放心，我时刻记得自己的身份，反倒是父亲似乎总忘了我是谁。我爹一愣，来人，我吩咐送王仆夜出宫，日后未经传召，不得进宫。阿福你，我爹怒发冲冠，你放肆！
我冷冷一笑，并未与他再说，转身离开。皇后的凤衣一向华丽，我爹竟然还看不清我如今穿着何物。我爹狼狈出宫，回家大发雷霆，侄兄长回来与我说，家中其他长辈都劝他要对皇后娘娘恭顺，族长也说他不该对娘娘你无礼。我拨弄着庭院花枝，笑言，族长嗅觉总是格外的灵。我爹看不清，但是族长大约心知肚明，如今王家一门早今非昔比，历史浩瀚如海，多少公侯世家最后都烟消云散，缘何不能多一个王家？盛极必衰，物极必反，此为世间颠扑不破的道理。女官设立2月后，萧岸封芸娘为云妃，住襄阳宫。襄阳宫是曾经褒姒云住过的宫殿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想笑，后又叹息。襄阳有梦，梦在神女。萧岸有自己的侄拗。又一年，太子见长，有朝臣提议太子应移居东宫。我驳了。萧岸问我为何，我说太子还小，独自别居他处，若是有了意外就不好了。萧岸不置可否，虽然他也觉得太子应早日历练，但是没有违逆我的心思。萧睿一直与我一起，他从出生后一直由我抚养，褒姒云没有与我争这个孩子。他从来柔顺，不争不言，只安心地守着萧岸，像是某种默契，我要孩子，他要了夫君，奇异的和谐。如此没过多久，褒姒云又再次有孕。萧岸素来不近女色，但自云妃入宫，他像是破了戒，夜夜宿在襄阳宫，更赏赐了云妃数不尽的珠宝首饰、绫罗绸缎。宫里人都知陛下宠爱云妃，尤甚皇后。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没人能撼动我的地位，就算是王家，也从未将一个云妃放在眼里。他们在意的是陛下的身体，是那一次又一次的改革，是朝堂上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。可他们无能为力。当年因我之故，王直踏入朝堂，王家举力扶持，如今王直官居3宫。可他态度暧昧，立场摇摆，让王室频频陷入被动。如今已然动不了他了。这一片破烂山河，到了如今才总算有了些样子。萧岸每每为此欣慰，这是他少时颠沛流离时立下的宏图大业，为此舍弃了私情，艰难苦熬，终于可以说一句不负天下。可世间从没有圆满，萧岸头疾越发严重，而太子年幼，他撑着病体继续处理朝政，终有一日到了不能饮汤的地步。褒姒云为此如诉礼佛，又求我在上元佳节为陛下放灯祈愿。我应允。上元节这日很热闹，河边聚集了许多宫女。萧岸一向朴素，不爱奢华，更不爱庆典之类，因而宫里多年都没有过什么正经娱乐，这次也是难得。褒姒云认认真真写了心愿，然后放在盒中，又仰天跪地喃喃自语，神色虔诚。他一定爱极了萧岸。我听说他暗中询问太医，古方里的心头血是否真的有奇效。太医被吓到了，将此事禀报了萧岸，萧岸大发雷霆，才阻断了他的心思。褒姒云为此难过了许久。太医有孕5个月，肚子却一点都看不出来，脸颊也没有一点肉。我看他良久，突然问：你恨他吗？褒姒云睁开眼，愣愣地看着我。我说：陛下，你不恨他吗？褒姒云明白过来，很快垂眉，随之摇了摇头。不恨，恨过。褒姒云抬头看我，唇角浅浅笑意，可是也爱他，爱比恨多一些。为什么？我不懂，难道你不觉得他是个薄情寡义的人？毕竟为了天下，为了权势地位，他最终舍弃了你。当初要是没有我，他已经死了。无论萧岸现在如何宠他，在他心里永远是江山最重。娘娘错了。他道，不是江山比臣妾重要，而是百姓比臣妾更重。臣妾其实也这样想。娘娘出身世家，没挨过饿，不知道百姓的艰辛。褒姒云语气怅然，浮尸恶殍，千里无人，这人间地狱，如果有个人能救，要我一条命又何妨？我愿意的。我无言以对，别开眼看向河中，河灯密密麻麻铺满整个宫河。他与萧岸是同一种人，而我怎么会浅薄地以为他只不过是一朵菟丝花？萧岸喜欢的人又怎么可能空有美貌？是我错了。
他们果然是夫妻，志同道合，矢志不渝。上元节后，萧岸的身体渐好。包思云在夏日产下一女，萧岸大喜，他为她赐名长乐，寓意她喜乐长长久久。宫中有了公主，连气氛都轻松了许多。以往萧岸不苟言笑，如今倒是时不时地逗弄公主。公主的满月宴，我带着太子一同去。包思云精神焕发，大约是萧岸身体好了，公主又康健，她眉宇都是满足。她见我前来，上前给我行礼，我点点头，又示意太子问好。太子小大人一样的拱手，云娘娘安好。包思云柔柔一笑，太子安好。顿了顿，忍不住用手摸了摸太子的头。我别过头，当作没有看见。宴席中途，我与萧岸坐在一处。其实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。他胳膊支在榻上，斜靠着身体，面含微笑地看着太子与公主。那是一个属于人妇的笑。大约我打量得太久，他察觉到了，扭头朝我望来。皇后怎么了？他问。我移开视线，说：陛下要保重身体。萧岸不语，又笑了笑。他如今倒是真的爱笑。宴席过后，我率先离开，但萧岸也随之起身，朕与皇后一起。我望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出了宫门，我们并肩而行，宫人跟在后面几步。他背着手，叹息道：真是好久没跟皇后聊天了。来日方长，陛下想要与臣妾聊天，让内侍过来说一声便是。萧岸笑，就怕皇后不愿。他说完并不等我回答，又道：也怕时日无多。我闻言默然，良久不语。他得的是不治之症，虽有缓解，但难根治。何况他一直勤勉，昼夜辛劳，难有长寿。陛下，朝政是做不完的。萧岸附和：是呀，可是朕总想着最后再多做一些。皇后，只有这样，朕才死而无憾。那么云妃呢？太子与公主呢？我不免动怒，陛下难道一点都不为他们想？萧岸却莞尔：江山永固，他们自然无忧。我冷笑：那可未必。他倒是对我放心，不怕我在他死后将包思云母女杀了。萧岸看我半晌，似乎知道我言下之意，但是并不动怒，细看眼底还有薄笑。皇后忘了，云妃是皇后的人。这是当初我对包思云说的戏言，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从此他要做我的人。没想到如今萧岸用这话来堵我的嘴，好没意思。我撇了撇嘴。萧岸大笑，待笑声间歇，他唤：皇后。陛下请说。思云心地善良，没有争权夺利之心，但她毕竟是太子生母，日后若有人借此生事，还望皇后不要迁怒于她。她到底还是担心包思云，我并不生气，问：陛下还有什么交代？世家虽然示威，但难保日后不会卷土重来，改革也尚有隐患。皇后，他日太子登临大宝，皇后要督促他勤政爱民，不可荒废基业。帝王的心愿有二：一为公为民，二为私为情。我道：陛下放心，这一年风调雨顺。萧岸却到了人生尽头。他在上朝的时候突然昏迷，被抬进宫里，太医全力救治，他在夜里醒来，气息虚弱。皇后，他张口唤我，我抚过而去。陛下要说什么？宣宰府、太尉、司空。我看他一眼，眼眶突然一热。他真的已是强弩之末。陛下性命攸关，众臣皆候在外面，得了萧岸的命令，依次进到殿内。萧岸靠在包思云的身上，示意内侍去取锦盒。很快，锦盒取来，萧岸示意我打开。那是一封传位诏书，国有太子，当为新君。我将诏书读完，执兄长首先高呼臣遵旨，在之后其他臣子一一应和，并无悬念。我道：陛下累了，各位先在殿外等候吧。等人都出去后，我望向身后，包思云泪流满面，正贴着萧岸的脸颊喃喃自语。这个时候，谁也代替不了他。对他们夫妻而言，也许此刻也不需要外人。我抬腿出了门，执兄长正在殿外等我。我道：兄长受累，为我守这一夜吧。执兄长道：娘娘放心。天色未明，真的没有时间悲伤啊。
得看好太子，得辖制禁军，得防止宫里有人趁机作乱，更要布防边疆。桩桩件件数不胜数，改朝换代那么多事，每一件都性命攸关，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。我在萧岸的宫外守了一夜，直到殿内传来褒姒云的悲切哭喊。随之，殿外守候的大臣、内侍、宫女以额抵地，齐齐跪下。我仰起脸，望着远处，文武百官正依次穿过宫门，排队等待上朝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今日的一切都不会变，那龙座上的人，即便换了人，其实还是一样。可对谁会不一样呢？我，还是褒姒云？我不想去思考。执兄长从廊下走来，拱手道：“娘娘，无事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转身欲走，却突然腿一软。执兄长扶住了我：“娘娘小心。”“没事，只是站久了而已。”我收回手，说：“陛下的丧事，劳烦兄长和众位大臣商量后按旨操办。”是。我进到殿内，萧岸已被换好了衣服，脸覆黄纸，双手交握。他走得安详。褒姒云垂泪不止，抱膝坐在他床头。宫人见我进来，想要提醒他起身，我抬手拦住了。他当然有资格守着萧岸，我并不嫉妒。有些女子天生就情缘深厚，如褒姒云，也有一些女子与情无缘，如我。可我从不后悔，因为我知道那相知像许定一生的故事，从来也没有我。我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故事已到了尾声。那个叫王福的女孩摸着死婴冰凉的手，许下的唯有复仇。故事的最后是我的结局。皇后到太后没有什么新意。哦，后来果然如萧岸猜测，有人用褒姒云天子之母的身份兴风作浪。执兄长跟我说，此乃世家手笔，意欲让太后与陛下离心。我听完沈笑，他们可真恨我，可是我明明也是出身世家，与他们是一对的，怎么如今反而是他们容下我？太后太强了。执兄长说，他们怕你。是吗？我悠然而笑。他们是应该怕我。我有抚育天子之功，亦有辅佐朝政之能，更有……我望着院中新开的牡丹，不经意想，那张空白诏书会有机会用吗？但愿没有吧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